大家好，欢迎大家观看今天的节目。素食主义可以说是在当今社会比较流行的一种饮食养生习惯。最直观的表现就是，凡是奉行素食主义的人，不会吃任何由动物身体所制成的食物。在灯红酒绿的当代饮食习惯之中，保持着一种清新脱俗。他们之中多是因为信仰因素，或是因为减肥、身材等因素，始终奉行着素食为王的信条。如果本着理解的角度出发，我们是可以接受这种行为的。但如果从健康的角度来说，许多人不免会打个问号了。长期坚持素食主义对健康真的好吗？对于这个问题，全球最著名的素食医生约翰·麦克杜格尔博士有话要说。约翰·麦克杜格尔博士毕业于密歇根州立大学人类医学院，曾获得夏威夷大学医学学位，被内科医学委员会和国家医学考试委员会认证为内科医生。在毕业之后的30多年里，他更是一直在研究、写作和宣传营养对疾病的影响作用。今天，小编就挑了一段约翰·麦克杜格尔博士曾分享过的亲身经历，看看这位医学博士会怎么看待素食这件事。起初，麦克杜格尔博士并不打算从事医学教育事业，但是在他18岁那年，他身上所发生的事情却彻彻底底地改变了他的想法。18岁时，他忽然患上了很严重的脑中风，造成左半身完全瘫痪了2个星期。随后的44年里，他的身体一直十分虚弱。这是他第一次真正接触医学，要不是因为这样的机会，或许他不会成为一名内科医生。他生长在密歇根州底特律郊区的一个下层中产阶级家庭，在父母眼里，医生是神圣的，他们是拥有接近上帝品质的人。而脑中风住院前的麦克杜格尔根本连想都不敢想自己能达到那样的高度。但在住院的2周里，他对医生的高度评价发生了改变。作为一个医学奇特的案例，年纪轻轻就得了脑中风，引来了当地一些最好的医学专家。可当他向医生们提出有关病情的问题，如是什么造成了我中风，你们准备怎样给我治疗，你们准备怎样让我更好，我什么时候可以回家时，每个医生却都只是耸耸肩，然后走出了病房。这一举动实在令他感到无语和失望。不过他却也因此踏上了医学这条伟大的道路。出院回到密歇根州立大学的本科学院后不久，麦克杜格尔就开始往医学院方向学习。他说，回顾我的饮食习惯，我相信是鸡蛋、双倍的奶酪披萨和热狗等对我的大脑产生了损害。经过3年的本科学习，他成功进了密歇根州立大学人类医学院。那里对他来说既有趣又轻松，甚至还收获了一段美好的爱情，而女主人翁就是现在的太太玛丽。太太玛丽是名外科护士，两人在麦克杜格尔一次手术协助中相识。短暂的恋爱后，他们便立即决定结婚，并搬往了夏威夷，还拥有了2个爱情结晶。最开始，麦克杜格尔在瓦胡岛火奴鲁鲁的皇后医疗中心做实习医生，后来又成为了夏威夷大岛哈马库亚糖料种植园的4名医生之一。这就意味着他需要为当地5000多名劳工和他们的家人负责，并且只要是医疗方面的事情，他都得去做，从接生到签死亡证明。由于当地的医学专家离那里最近的也要42英里多的距离，所以这份重任迫使他要成为自己能做到的最好的医生。虽说麦克杜格尔是个对病人很负责任也很有耐心的医生，可是不如人意的是，在他的治疗之下，他的慢性病人们的问题却从不见好转，一次又一次的失败，不仅令病人们不再找他治疗，也令他不断陷入自责中。是我的错，我是个糟糕的医生，是我在学校没学好，还是在实习期间没把时间更多的花在医学上了？为了弥补自己医学能力上的不足，在种植园当了3年医生后，杜格尔携一家再次回到了瓦湖，并参加了夏威夷大学医疗住宿项目计划。他发誓一定要学到有效的方法来帮助那些患者们。但是不幸的是，尽管在一些世界上最好的教授指导下，以及2年多的强化训练，关于健康和治疗的秘密，杜格尔始终还是一无所获。那些专家的处方并没有得到比他的处方更好的效果，患者们也仍然还是在病痛中饱受煎熬。到了1978年，他获得美国内科医学委员会认证，
证明了他在正统医学方面的能力。但他没有选择就此停下脚步，而是选择继续探索慢性病的治疗方案。麦克杜格尔开始一次次地回顾在种植园那3年所接触过的病人，最终他发现北美和西方地区人民80%以上疾病都是由于饮食习惯造成的。在他的病人中，最先移民的老一辈们身材苗条有活力，即使到了90多岁也不需要依靠药物，而且他们也没有患上糖尿病、心脏病、乳腺癌、关节炎、结肠等疾病。但是他们的孩子就不如他们了，常有发胖和其他的一些病态。他们孙子一辈的大多数人更是失去对肥胖以及常见疾病的免疫力，成了典型的美国人。为什么这帮移民者的身体素质会一代比一代弱呢？通过大量的研究，他发现从中国、日本、韩国以及菲律宾等以米为食的国家移民过来的老一辈，即使人在他乡，始终还是以稻米为食。可是他们的孩子因为受到了西方饮食的诱惑，饮食习惯开始渐渐发生改变。特别是到了第3代，他们的饮食更多是转向以肉食、乳制品和垃圾食品为主。由于饮食习惯的改变，于是他们的身体开始变得每况愈下。由此可见，饮食至关重要。吃谷物、水果和蔬菜的老人，各项功能都非常正常。而相反，吃肉食和乳制品的人功能逐渐衰退。最让麦克杜格尔印象深刻的是，一个以淀粉为基础饮食的菲律宾老人，退休后利用多年来的储蓄，竟然又和一位非常年轻的女子共建了家庭，并且还拥有了自己的孩子。与之相比，许多美国人50岁以后，在生殖能力上却只能沉溺于幻想中。从这名菲律宾老人身上，麦克杜格尔清楚地了解到健康饮食在预防疾病中的重要性。不过真正认识到饮食医疗是在1976年，他在夏威夷图书馆的研究后。通过阅读研究大量的科学杂志和先驱报告，麦克杜格尔了解到，其实在他之前许多医生就有和他相同的发现，淀粉类食物如稻米、土豆等能让身体变得健康，而肉食和乳制品则会破坏人正常的生理状态，损害人们的身体。科学先驱报告中也揭示，人们一旦停止入食是他们生命的食物后，他们很快就会恢复。他们的肥胖、胸痛、头疼、肾脏和心脏衰竭、糖尿病等许多常见疾病都会被逆转。图书馆期刊中所记载的过去50年的研究结果也表示，病人如果能实施以淀粉为主的饮食习惯，那么他们的疾病将会很快得到治愈。为此，麦克杜格尔特地和他的太太在加利福尼亚圣塔罗萨的豪华度假村主办了一个为期10天的住宿项目，通过饮食和生活方式的改变来创造医学奇迹。作为一个受过正规训练的护士，麦克杜格尔夫人为项目提供了许多鲜美的菜谱，为项目增添一份色彩，让患者能够享受实行改变的过程。与此同时，他的项目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功。通过这场为期10天的项目，他发现素食不仅对人们长期健康有好处，最重要的是在没有使用药物的情况下，也能够逆转包括高血压、心脏病、糖尿病和其他常见的疾病。通过这次实验项目，麦克杜格尔博士还总结出了一份饮食健康心得。1. 富含蛋氨酸和半胱氨酸的饮食相当于喷火弹。牛肉的蛋氨酸含量比斑豆高4倍多，蛋类的蛋氨酸含量是玉米的4倍以上，鸡肉的蛋氨酸含量则比米饭的多出7倍，金枪鱼中的蛋氨酸含量是红薯的12倍以上。2. 溃疡不是由情绪紧张引起的。出现胃酸是因为要消化那些存在于肉、禽、鱼、奶和奶酪中的蛋白质。低脂肪和高纤维的植物性饮食对胃壁比较柔和。3. 膳食纤维缩短食物在肠胃道的停留，减慢热量的吸收，帮助减肥，并帮助预防糖尿病。膳食纤维只有在植物性食物中才有，牛肉、鸡肉、鱼类、贝类、鸡蛋、牛奶或奶酪里面都没有。4. 结肠癌是从息肉发展来的。采用典型西方饮食的人群中，35%的人有结肠息肉。
肉、脂肪、缺乏水果、蔬菜和膳食纤维是造成息肉的主要原因，进而引发结肠癌。5. 植物性饮食是维持消化道的食道和胃健康的最理想饮食。看完了麦克杜格尔对于素食的种种研究成果后，我们还有什么理由不吃素呢？最后，小编希望有一天医院的病人会越来越少，希望有一天每个人都能懂得吃素可以给你带向一个美好的未来。好了，今天的内容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